我们来聊一聊窗帘儿。在加拿大这边买窗帘的选择呢，其实挺多的。比如说宜家的窗帘，种类多，性价比也高。又比如说像 Simons 百货，它的窗帘好看又不贵，还自带高级感。有预算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像 CB2、Anthropologie 这样的店，他们的窗帘尺寸也都挺标准的。乍一看，在这边买窗帘，这不挺容易的吗？你想了没？那些标准尺寸的窗帘啊，到了我们家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要不然就是太长，要不然就是太短，要不然就是太窄，又或者是百叶窗漏光。你不信，我带你看看去。小卧室的窗帘太长，用宜家的热熔胶我们自己改短了；主卧的窗帘太窄，就拉满了才勉强能用。但是你看谁家的窗帘没有褶子呀？我们客厅的窗户又高又宽，之前在这里的窗帘呢是3片，中间那片呢永远吊在那里，很尴尬。2片窗帘的话有没有这么宽的？之前我们出去问了一下，定做这种加高加宽窗帘的话，至少要600-700刀，所以这一对窗帘最后是我们从国内人肉背回来的，占了大半个行李箱，6-7公斤重呢。像这种大窗户呢，我们绞尽脑汁把它给解决了。可是这种细长的小窗户，着实是没办法了。你可以说去 Home Depot 嘛，你可以去定做那种百叶窗，但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款式很少，并且定做下来呢，其实也蛮贵的。没关系，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。于是我们从国内集运来了百叶窗。激动的小手已经按捺不住了，赶紧来开个箱吧。集运小哥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加了这种保护包装的时候啊，包裹的体积压缩到最小了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它也都用气泡垫给包裹保护起来了。哎，最喜欢捏泡泡了。超解压！其实我们当初只想买这个百叶窗啊，但是女人嘛，一旦开始购物，根本管不住自己，然后又买了一堆乱七八糟有的没的。我先等一会儿再去安装这个百叶窗啊。现在趁热打铁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集运体验，给想从国内集运东西的朋友们呢做一个参考。女士优先，我先说。首先呢，聊一下集运商的选择。现在集运商的广告呀，打的真的是天花乱坠的。但是你出去咨询几家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大多数的都是计算体积重量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它有一个计算公式，既考虑你包裹的重量，也考虑你包裹的体积，然后它按照两者比较贵的那一个来收取运费。有一些集运商，他说他不算体积重，但是他可能有其他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这个，或者是他的手重比较重。然后我们最后选择的集运商呢，叫赛博速递，老板又帅又耐心，全天待机，在线答疑，整个流程呢非常的丝滑，也容易操作。这次我们花了多少钱，花了多少时间，稍后呢也会和大家分享。接下来这一段呢，就是集运流程的介绍。首先呢，就是疯狂的逛呀、买呀、下单呀，但是记得要把那个收件人的地址写到集运商的地址。在小程序里填写一下包裹预报，告诉商家你有这几个包裹已经在路上了。第二步，包裹入库合并打包。等商家收到你们的包裹之后呢，他会对包裹进行查验、拍照留念。合并成一个包裹之后呢，就可以发往国外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良心商家会尽量的帮你们节约空间，毕竟包裹越小，运费就越便宜嘛。我们的集运小哥在征得我们同意之后，拆掉了原厂的多余包装，全部重新打包，尽可能的帮我们压缩了空间。第三步呢，就是等打包好之后，小程序的状态呢也会随之更新。等大家检查无误之后，就可以付款了，然后就只需静待快递上门。接下来就是你们最关注的运费和时间。一般的集运公司呀，都有空运和海运2个选项。空运呢肯定更快，当然了它也会更贵。我们最终选择的呢是海运，我们的包裹是6.1公斤，它的体积是37乘以25乘以71厘米，然后我们最终的花费是人民币421元。海运的时间一般是20天到1个月左右，但是我付款的当天由于错过了开船时间，所以我们的包裹又在仓库里多滞留了几天，最后送上家门是1个月左右。
接下来呢是小贴士时间。第一个就是你要警惕文字游戏，毕竟现在的广告真的都是天花乱坠的，有的说的是首重之后呢每公斤额外收费，但是有的说的是每斤要额外收取多少钱，所以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一下。第二呢，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仓库的包裹存放时间，超时可能会有额外收费。像我们这次选择的赛博速递呢，它是有60天免费的仓储时间。第三呢，就是在打包的过程中，你不免会用到一些填充物或者一些泡沫垫儿来保护你的物品。我们的集运商呢是免费送给我们的，不收钱的。如果你选择别家，你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。第四呢，像是有一些非常规的物品是有限制的，或者直接不能寄，这一点呢一定要和你的集运商确认好了，你再下单。好了，关于集运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把漂洋过海而来的百叶窗给装上去，楼上一个，楼下一个。希望菩萨保佑我不要翻车。